那么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道金茸褐碎金丝龙须虾。我们先为虾剥壳，然后至于为什么第一道菜我要选用虾，我就套用一句广东话：過年食大蝦，成年笑哈哈。首先在虾的背后轻轻地划上一刀，然后把虾的肠泥取出来。为了不要让那个虾炸起来弯弯曲曲的，我们就沿用那个炸 tempura 的手法为它断筋，就是你把它的肚子这里切几刀，让它的筋膜断掉，然后再往下的推一推，你就会感觉到它的筋膜已经被你推断了。然后它的尾巴这里我们就把它切掉，把里面这些肮脏的东西都刮出来。假如你没有刮的话，你在油炸的时候它会哔哩吧啦的油爆，除非你很喜欢那种过年的气氛啊，哔哩吧啦哔哩吧啦这样，不然我还是建议你把它清理掉，这样会比较安全。这里还有一点点肮脏，我们再把它刮干净一点。调味方面其实很简单，就一点的酱油还有麻油就可以了，分量阿嘎阿嘎就好，让它腌制大概5到10分钟。这里我们准备了一点点清水、玉米淀粉还有芒果条，然后我们准备5张云吞皮，然后把这5张云吞皮都堆叠起来，然后就好像这样子的把它卷起来。尾部这里不要卷到完，保留一点点，然后就好像我这样子慢慢的切，大概是2个 mm 的厚度就可以了。假如你要show off 你的刀工，你就可以切细一点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把它摊开，接下来就把云吞皮一张接一张的往下粘起来，只需要涂一点点的水，它就可以把云吞皮粘起来了。因为那个云吞皮它有一点点的粉啊，所以碰到水它就有一点点的粘性。把它粘起来之后，就把虾子放在上面，然后加上芒果干，或者你用咸蛋黄也可以哦。然后就压紧的把它向内卷，卷的同时就一面卷一面沾一些清水，以增加它的粘性。这些须须的部分也需要沾一点点的水才卷起来，那么它就会粘得比较好一点。而虾尾的部分我们就沾一点点的玉米淀粉，让它定型。那么在油炸的过程中呢，它就会打开，好像一个扇子这样漂亮。油温呢，我们就大概维持在150度左右，不需要炸太久，因为虾是很快就熟了。然后云吞皮也是很快就会酥脆，大概炸个3分钟左右，它就已经是完成了。所以油温太高的话，我怕它很容易会炒搭。当那个云吞皮炸到金黄色的时候，你可以压一压，确定它是酥脆了，然后你就可以起锅了。你看这道金黄酥脆的炸虾，外形是多么的好看，非常适合当年菜跟家人一起享用哦。就算在平常时候拿来宴请客人，也是非常适合的。这是歪茄为大家准备的第2道年菜，这次会做一道特别的扣肉，而我这次会把肉弄成一个好像钱包的形状，把美味的蚝干包起来，以广东话吼喜为谐音，寓意了包有好事这句祝福的话语，来祝大家在来年的1年里顺顺利利。首先将750克的五花肉冷水下锅，然后煮出杂质后把杂质捞走，再加上一些姜片和葱段，还有少许的酒，让它煮个30分钟。把五花肉煮好之后，抹上一层黑酱油在它的表皮上，然后再拿去油炸。以皮朝下的炸个大概3分钟，把表皮炸个略为硬化就可以了。
目的是以热膨冷缩的原理把猪皮弄成有皱纹，那么扣肉的成品会比较好看。然后再把炸过的五花肉放进冷水里浸泡30分钟。白萝卜皮很厚，需要完全的去除，否则会带有一点点的苦味。去皮后就以滚刀的方式把它切块，因为待会我们会蒸2个小时，所以萝卜不要切得太小块。把泡水20分钟后的香菇和蚝干取出备用，而泡过这2种材料的水不要倒掉哦，把它留下来待用。香菇泡水后会变得很大朵，把它切成小块会比较容易使用一些。最后的准备工作就是切肉了。这猪皮泡过冷水后已经形成很漂亮的皱纹了。先把肉切成15mm 厚度的小块，然后呢，在这里划一刀，先开一个缺口。接下来沿着切口，在这个肉的中间开一个大洞，切成一个好像袋子的形状。切开一个洞之后，我们就塞2颗蚝干进去，这样看起来就很像一个钱包。然后呢，钱包里面就包着2颗厚席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好兆头。再来就是泡过香菇和蚝干的水。调味方面，我就尽量让它保持食材的鲜味。我只用了2汤匙的酱油、4汤匙的蚝油，还有2汤匙的冲绳岛黑糖。这种黑糖的味道非常棒，假如没有的话，用一般的黑糖取代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混合好之后呢，就把它倒入碗里，跟肉一起腌制大概20分钟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就准备一个大大的碗，把肉沿着碗而铺成一个圆形。这些散的肉就可以放在中间，然后再把蚝干、香菇还有萝卜块，就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填满整个碗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再倒入调配好的酱汁，就可以拿去蒸咯。放到蒸笼里之后，先以大火蒸半个小时，再转成中火蒸1个半小时就可以了。这里有个温馨的提醒，就是要确定你的蒸锅里面的水分是足够的哦。2个小时之后，把蒸好的扣肉取出，再把碗里的汤汁倒入另外一个碗里。碗是很烫的，所以一定要小心烫手哦。然后铺一层生菜在上面，盖上盘子，我们就先把它移到一旁，接着就铺一块布垫底，这样你的手才不会被这个很热的碗烫伤哦。然后我们就牢牢的捉紧，动作一定要快哦。1、2、3，把碗翻过来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碗拿掉，还是那句，要小心烫手哦。哇，好诱人的肥肉，还有那股非常鲜的香味，实在是让人胃口大开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刚刚倒出来的酱汁勾芡，淋在这个扣肉上面就可以上桌了。由于白萝卜富有多种能够分解淀粉、蛋白质、脂肪的酵素，相比之前的2道扣肉，同样是经过2个小时的蒸煮，而这次的肉汁变得非常的软嫩，而它也吸入了蚝干的鲜味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我觉得这道菜你一定要试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歪茄向你大力的推荐哦。这是我的年菜系列里的第3道菜，一道外形非常吸睛的杏仁豆腐花球。这次的材料非常的简单，我用了1块板豆腐，再来就是这些烘焙常见的杏仁片，还有就是一些做寿司用的虾卵。好了，准备好材料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做吧。首先我们需要挑选出这些比较完整的杏仁片，这样做出来的花朵会比较好看。接下来就把豆腐切成小块，然后放进调理机里，把它打成泥状，然后就把豆腐泥先倒入碗里，做一些简单的调味，加少许的盐巴，
半粒的蛋清，3汤匙的玉米淀粉，1茶匙的玫瑰露酒，以增加一点点花的香气。再加入这些虾卵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假如你想把这道菜做成一道素食，那么你就可以省略虾卵，大概是这样的粘稠度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全部的豆腐泥倒入挤花袋里，把它弄紧之后，基本的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这道菜的重头戏。先准备一张烘焙纸垫底，然后把豆腐泥挤成一个直径大概是5公分的圈圈，尽量的让每个圈圈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待会组装起来就比较容易，不会因为圈圈的距离太靠近而顶手顶脚这样子。在组装的时候，先把杏仁片从上面开始插入豆腐泥里。假如从下面开始组装，到最后顶端的时候，你的手指头可能会顶到下一层的杏仁片，这并不太好操作，所以还是从上面开始会比较适合一些。慢慢的，它就会形成一个花朵的形状。这道菜其实并不难，只是在组装的时候需要花多一点的时间还有心思。组装好之后，就把这些漂亮的花朵放进冰箱里冷藏2个小时。2个小时之后，把这些已经形成固体的花朵取出。经过冷藏之后，这些花瓣就可以牢牢的粘住豆腐泥。那么在油炸的过程中，它就不会那么容易的脱落。当油温到达150度，就可以开始油炸了。先让底部油炸定型后，才放下去继续炸，这样豆腐才不会粘锅底。炸个3分钟之后，它就会浮起来。这时候你就要观察它的颜色。当杏仁片变成你理想中的浅褐色，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。这里就是炸好的杏仁豆腐花球啦，是不是很漂亮呢？假如你也很喜欢的话，不妨自己做做看吧。我也很期待看看你的作品哦。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年菜跟你分享哦。记得要打开小铃铛，那么你才可以接收到我的新作品的通知。好了，约定你下期见，拜拜。